欢迎收看第1035期北京不静音。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本频道更改了一个设置。之前大家有发现，打开我的视频，有的时候听到我在说英文啊，当然我也做了几期真正是在说英文的节目，但是大部分你们听到的是一个 AI 配音的英文。有的人呢以为是我在偷懒啊，弄了一个文稿，直接丢给一个软件，生成了 AI 配音没有啊，我没有这么做，我都是很真诚的面对着镜头，无论说中文还是我自己说英文啊，都是在一镜到底的在跟你们在讲话。那么我说英文呢，由于我的英文水平呢，我是准备了一个稿子啊，然后再对着屏幕念给你们听啊。那么我说中文的时候是连稿子都没有的啊，我完全是即兴发挥的在这里跟你们交流。所以我就特别不希望你们觉得我在偷懒，然后用 AI 在配音，不是的，这是油管自己发明的一个功能。原本呢，我觉得这功能挺好的，因为我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翻译成很多种语言，而且那个翻译质量还不错。但是呢，我在说中文的时候，它就只会翻译成英文这一种语言，而且那个配音的那个音调啊，比我声音难听多了，而且这个准确度也很差。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功能现在给关掉了。不让它去自动翻译我的语音了，因为其实现在每一期节目我都在勤勤恳恳的就是做这个英文字幕每一句都仔细的校对。所以呢，你即便听不懂中文的我的观众朋友们那么通过这个我做的英文字幕，因为那个字幕是可以翻译成各国语言的，所以你们也大致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听我的中文原音会舒服一些，比那个 AI 配音的所以我暂时呢先把它这个功能关掉了，除非以后它能进化的更好这先跟大家说一下再说一些废话我再做一下后面2天的节目预告，因为本期节目呢是2025年度的倒数第2期节目，那么最后一期呢就是在最后一天12月31日我会做一场直播，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跟我互动。主要聊什么呢？当然回顾2025年了，那更主要的是我想带大家回到4年前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间那一年2021年。其实那一年呢对很多人来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因为经历了疫情的头1年，到2021年到第2年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快要结束了我的很多的工作呀、计划呀、生活被迫停滞的，我是不是可以重回正轨了我可以制定了很多新的计划，投入了很多新的情感和梦想。当然了，我们当时不知道2022年是更严苛的一年是更疯狂的一年。我当时呢还没有做这个频道也没有离开中国，所以2021年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我在做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用的办法还是一个老办法，就是我这个频道特色基本每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会做一期呢给大家推荐书的节目。我之前做过就是介绍2017年的那一年我读的所有的书2017书单这么一期节目，后来呢做了2018书单、2019书单、2020书单，所以这一次呢我要做2021书单，顺着那一年我看过的所有书和我当时的感想，然后我们把那一年我的一些想法给大家串一下，然后你们呢也可以在直播间我们交流好吧。这个就是12月31号的这场直播，然后马上第2天我们就进入了2026年元旦1月1号有一场北京对话，嘉宾呢叫 Eric， 有人知道他有人不知道，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呢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呢，据说是中共培养的一个特务，那么他现在跑到海外来呢，等于叫跳反了是吧？然后现在是变成了反共人士，而且他的反共主张呢很激烈，是要求要武装起来要去革命。那么具体的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到时候在直播间听他去说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还有一点呢，就是他长期在海外的这个反共圈里
观察各色人等，所以对于这些反共人物，他有一些看法，包括整个反共圈的这个生态，以及各个派系之间不同的路径，他都有他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也是我很想去听的。所以那一场对话也欢迎大家来提问，向嘉宾提问或者向我提问我们都可以互动起来。好，那么今天聊什么？按标题来说呢，就是有人给我留言希望我讲一讲，说马上2026年1月1日开始中国的这个治安管理这个法又进行了变革了，是吧？这个微信里你就是点对点之间你私人之间发送一些涉及黄色的图片呀或者视频也违法了，而且呢罚得有点重，10到15天的拘留5000元的罚款，是吧？问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你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真正的法治国家的话，人与人之间点对点的这种私聊它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受隐私保护的，公权力是无法介入其中的，对吧？那么你一定要介入其中去做某些处罚，你也要程序上合法，你要经过一些警告对方这个屡教不止然后呢拒绝这个改正等等之后，你才可以进行某些处罚。那当然了，在中国中共不管这些，对吧？但是中共不管这些呢，他又要使得自己现在实际违法的这个行为，他还要把自己说的是合法的。怎么说呢？当然解释权全在他，于是中共是这么解释的，就是你点对点之间的这个私信这些来往，但是你用的是一个公共的这个网络信号吧，你用的是微信这么一个公共的平台吧，背后有这些什么交换机服务器这些东西都是公共的设施于是本来是一个私域的事情，在中共的解释里呢，你是在一个公域之内，所以你要接受这个监管。他就给你解释了，所以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所以怎么看这个事儿？就听话吧。我觉得中国男人就别看黄了，对吧？你就听党国的话嘛，好好的结婚对自己老婆一心一意，然后多生孩子多生小牛马，然后呢，你也不要老去看这些淫秽的东西把你的这个精力保留下来，好好去工作，好好建设祖国这就是太恶心了，是吧？这话说的。其实党国做这个事情中共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扫黄，对吧？它实际上就是为了怎么说呢？就是中共的，我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有2个绝招，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绝招就是刚才讲的，他拥有解释权，对吧？他可以解释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哪怕是虚假的，他也告诉你那是真的。那么他可以解释他的这些政策法规的合法性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去质疑。这是他的第一点，他有这个最终解释权。第二个绝招呢是更厉害的，就是他解释给你听的时候，他不会很确定性的告诉你这个边界在哪里，就是怎么样你就算违法了。那什么叫淫秽什么叫传播等等的，这些都是很模糊的。所以中共的这个第二个绝招就是不确定性。你知道它有线，但你不知道线在哪里。其实呢，就是他把所有人都框进去了，把所有人都框进了他的那个权力执法的那个范围内，你们都在里边，每个中国人你都违法了。只是中共在执法的时候，他可以选择性执法我到底抓不抓你，我罚不罚你，看我心情看你乖不乖看你是不是倒霉。所以这样就是人人自危，这就是他的绝招我用不确定性让你们每个人先做自我审查。上边政策总是好的，总是模糊的领导总是一句话，你得去揣测，你得去猜。那么下面层层执法的时候，就是越来越严苛，越来越放大，越来越过分
啊，因为我不知道上边，我得揣测上面的意思啊，我宁可做多一点，我宁可欺压百姓更厉害一点。那你到了每一个人头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更加的自我约束啊，我是不是应该更谨言慎行一些啊？我现在已经违法了，我已经暴露在他们这个枪口之下了，那我就再怂一点啊，跪得再低一点，不要让他们看见我。这就是中共做任何这些事儿啊，他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臣服，更臣服，更臣服，你的头要更低，你最好一动不动啊。我要是不小心弄死你，算你倒霉啊。但是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弄死，所以你们就怀着这样一种感恩的心啊，好好的活下去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实际的目的吧。怎么办呢？没什么办法。你说到中共，说到中国这些事儿，其实没什么办法，我们也躲不开啊。2026年无论如何也会到，1月1号马上就到了。所以呢，也就是怎么说呢？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希望新的一年呢都好好的啊，我们都努力活下去啊，然后继续的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往前做一点，其实也都在改变那个国家，是吧？我这边呢也会努力的去做节目啊，也会努力的找更多人来对话。虽然最近我挺失望的，昨天发生了一个事儿，我在推特上啊，之前关注了大概1200人左右，昨天呢我砍掉了一半，取关了600人左右啊。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我对推特的中文圈太失望啊，就是算了不说了啊，说了全是得罪人的话。虽然我不怕得罪人啊，但是我今天挺累的，我不想说了，只是想告诉大家啊，虽然经历了这种变故，是因为我的时间精力特别有限啊，因为整个2026年我寄予厚望，在我自己的写作上我有非常多的计划，然后这边节目呢我也会努力做啊，争取日更的好好做，所以呢在推特上我就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跟中文圈的这么多的垃圾去周旋了。当然我还是会在里边去努力的去发掘一些人来对话啊，给大家去提供不同的视角和声音啊。好吧，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啊，那个后面2场直播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具体的时间看本频道的社群公告啊，我都会写得很清楚的。感谢收看、订阅、分享。